报仇！我要报仇！我杀了你，杀了你！那你将会死得很惨。霍雨浩的灵魂冲击直接将邪魂师的攻击破解，并让他受到了重创。霍雨浩的战斗方式与众不同，他的3大自创战绩都蕴含着强大的情感力量。首先是思东拳，凝聚了思念的力量，直接轰向邪魂师；接着是念东剑，带着无尽的痛苦和思念从天而降，将邪魂师的武魂真身斩出。最后是浩东掌，这是他倾尽全力的一击，蕴含着对王多儿的思念和爱意，仿佛将整个天空都化作了一颗心，与他掌中的金色心脏呼应。这一掌不仅蕴含着强大的力量，更有着深刻的情感。邪魂师被这一掌击中，仿佛被温柔的力量包裹，最终缓缓倒地。霍雨浩的3大战绩不仅是对敌人的攻击，更是对情感的传递。他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了邪魂师的灵魂。这一刻，霍雨浩的眼中只有东儿，他的思念和爱意化作力量，震撼了整个天地。而他这一掌也奠定了他在魂师界未来不朽的地位。霍雨浩用思念、痛苦和爱的力量净化了这个女邪魂师的灵魂，邪魂师在解脱中消失，而霍雨浩也因为情绪的过度消耗陷入了深度的沉睡。还好伙伴们也赶到了现场，看到霍雨浩依旧保持着出招的姿势，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凝固。徐三石抱起他，带着众人离开，他们的眼中都流露出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对霍雨浩的担忧，也有对他强大能力的震惊。回到酒店的房间里，徐三石检查了霍雨浩的状态，发现他的魂力恢复得异常迅速，但精神上却受到了极大的冲击。他们意识到，霍雨浩的3大战绩虽然强大，但对自身的反噬也极为严重。和菜头提出，如果王东儿醒来，霍雨浩还能否再次使用这些战绩？因为这些战绩的力量源泉正是他对东儿的思念。徐三石和何菜头讨论着，决定以后一定要让霍雨浩少用这些战绩，因为他们不仅消耗巨大，还可能对他的精神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。他们也希望王多儿能早点醒来，回到霍雨浩身边，让他不再承受如此沉重的情感负担了。叶古一站在众人身后，默默地看着霍雨浩，然后转过身，第一个走了出去。站在他身边的南秋秋愣了一下，然后也赶忙跟了出去。南秋秋跟着叶古一回到房间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古一姐，你没事吧？”叶古一摇了摇头，轻叹道：“我没事。”真不该对他产生好奇心。南秋秋瞪大眼睛，调侃道：“你不会真的喜欢上他了吧？”叶古一沉默片刻，苦笑道：“就在刚才，我已经把这份喜欢埋藏起来了。他太复杂了，背负的东西也太多，我不想再给他添麻烦。”南秋秋惊讶地说道：“古一姐，你竟然陷进去了？”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觉得……叶古一微微一笑，洒脱地说：“陷进去怎么了？为了这样的男人，陷进去我也愿意。但我很理智地告诉自己，我们是不可能的，我也不会再继续陷进去了。你知道吗？就在他轰出最后一掌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爱上他，但也决定一定要放弃这份喜欢。”南秋秋无奈地拍了拍额头，说：“算了，我理解不了，你可一定要把握好自己的心啊！王圈就是因为爱上他才痛苦不已，现在都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在那家伙心里，除了王多，根本容不下其他女人。你可别做傻事。”霍雨浩的恢复用了整整2天时间，他在第2天早上就醒了，但情绪一直无法自拔，直到1天多后才逐渐恢复。这2天里，日升城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，而他们住的酒店里也多了一个新成员——风铃。霍雨浩在引开邪魂师的时候，就已经通过精神探测共享把风铃的情况告诉了大家。等外面的搜查稍微平静后，金子嫣就把风铃救了回来。那个地方似乎只属于被霍雨浩击杀的那个女邪魂师，除了风铃之外，没有其他活口。风铃被救回来后，精神状态很不正常，痴痴呆呆的。现在由何菜头和徐三石轮流看管。2天后，徐三石看着盘腿坐在床榻上的霍雨浩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没问题了吧？”霍雨浩点了点头，有些愧疚地说：“抱歉，三师兄。”徐三石笑道：“抱什么歉？你又没做错什么。那天的情况特殊，那个邪魂师是罕见的精神属性，叶古一也没把握能克制他。你全力以赴是对的，只是以后要注意，对自己的能力要更了解一些。这副作用太强了，我看你现在眼神都还没完全恢复清明。”霍雨浩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那个邪魂师如果全力发挥，杀伤力会很可怕。他的自创魂技当时让我精神之海受到冲击，后来施展我的战绩时，情绪失控也与此有关。不然的话，我那3招的威力会更强一些，但控制也会更强，起码不会施展之后连移动都无法做到。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。”徐三石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雨浩，我看你这自创魂技还是尽量少用为妙，威力虽大，但对你自身情绪影响也很大。在我看来，你这3招完全就是相思病的产物，你尤其不能对他们依赖过强，否则等东儿醒过来，你这3招一旦无法使用，你自身实力必定会大幅下滑。”霍雨浩心中一凛，他知道三师兄说的对，如果现在东儿就在身边，自己肯定无法再用出那3招。他这3招全都是寄托于对东儿的思念，还有对沉睡东儿的惦念与呼唤。
别说冬儿出现在身边了，就算是得知冬儿从沉睡中醒来，他恐怕都无法再使用了。霍雨浩点了点头，问道：“三师兄，风铃的情况怎么样了？”徐三石听到风铃的名字，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，咳嗽了几声，说道：“那家伙。”霍雨浩疑惑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徐三石叹息道：“那个邪魂师太变态了，风铃已经完全废了，他身上中了强力的诅咒类魂技，还被阉了，而且不知道被喂了什么药物，胸部已经发育得跟女人似的，男不男，女不女，我很怀疑，那个邪魂师留着他，就是为了恶心人的吧？”霍雨浩听了徐三石的描述，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邪魂师临死前的那段话，他的仇恨让他变得邪恶，但霍雨浩明白，他的痛苦不应该通过伤害他人来发泄。他决定去看看风铃，看看还能不能救他。霍雨浩跟着徐三石来到风铃所在的房间，和菜头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一丝怪异的表情，似乎不太愿意进去。霍雨浩走进房间，看到风铃的样子，也不禁叹了口气。风铃身上满是伤痕，头发凌乱，身上散发着恶臭，蜷缩在床角瑟瑟发抖。霍雨浩走到床边，强忍着恶臭，轻声说道：“风铃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们曾经在名都城外见过。”风铃的眼神有些呆滞，但似乎记起了什么，问道：“那天是你叫我的名字吗？”霍雨浩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是我是霍雨浩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你知道其他人在哪里吗？”风铃的身体微微颤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，但很快又恢复了迷茫。霍雨浩轻轻释放出一丝精神力，试图唤醒风铃的意识。风铃的眼神逐渐变得清澈了一些，但随即又陷入了恐惧之中。他害了我，他把我变成了女人，我再也不是男人了。风铃突然痛哭起来，声音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霍雨浩没有打断他，只是静静地听着，心中暗暗叹息。他知道风铃的痛苦是真实的，但他也明白风铃其实并不想死。等风铃的情绪稍微平复后，霍雨浩轻声安慰道：“好了，都过去了，那个害你的人已经被我杀了，他再也不会伤害你了。你冷静一下，想想其他人被关在哪里。”风铃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“他们都被关在水牢里，就在城南城墙外的护城河下面，那里引了护城河水，每个人都泡在水里，大家都很虚弱。”霍雨浩听到这里，心中一惊，难怪他一直探查不到这个关押人质的地方确实很隐蔽。有多少人看押？都是邪魂师吗？霍雨浩继续问道。风铃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看押，但抓走我们的邪魂师确实杀了好几个人，还有人自杀。”说到这里，风铃的身体又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霍雨浩心中明白，这场救援行动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，但他也知道，无论如何，他必须救出那些无辜的人。风铃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，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，只能得知人质的处境比预想中更糟后。霍雨浩意识到救援难度极大，但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。回到房间，霍雨浩立刻召集伙伴们开会，将从风铃那里得知的情况告诉了大家。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，他们计划必须尽快行动，因为邪魂师的失踪肯定会引起圣灵教的警觉。霍雨浩提出，趁着边境战斗激烈，圣灵教可能抽调强者的时候去救人，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。他建议放弃那些已经被邪魂师带走的人质，因为他们的生存希望渺茫。霍雨浩的这番话让南秋秋愤怒地站了起来，但霍雨浩用坚定的语气和强大的威慑力让他重新坐下。他安慰南秋秋，承诺如果救出的人质中没有他的母亲，他会陪着他继续寻找。南秋秋虽然心中焦急，但也明白霍雨浩的决定是最现实的选择。霍雨浩接着分配任务，他自己将前往水牢探查，和菜头负责布置必要的东西，徐三石陪同他前往水牢，金子烟负责在城内布置干扰装置，季绝尘负责接应金子烟，而南秋秋和叶古一则留在酒店看守风铃，并协助和菜头完成布置。叶古一提出想要参与探查水牢的任务，但霍雨浩考虑到他和南秋秋刚加入唐门不久，对他们的能力和可靠性还有所保留，因此坚持让他们留在酒店。但霍雨浩又想到叶古一的神圣天使武魂，这是对抗邪魂师的关键力量。经过短暂的思考，他还是决定了让叶古一和他以及徐三石一起去探查水牢，而南秋秋则留在酒店。随后他们立刻出发，时间紧迫，不容拖延。日月帝国的注意力集中在边境，日升城的守卫力量相比之前有所松懈，但霍雨浩他们并不打算与敌人正面交锋。根据风铃的描述，水牢位于南城墙外的护城河下，但护城河上方的探测魂导器极为严密。霍雨浩如果使用精神力封印魂力，就无法施展模拟魂技，因此他们选择从城内悄悄接近南城墙。与此同时，酒店内的南秋秋百无聊赖地守在门口，心中不断为母亲祈祷。他明白霍雨浩不带他去探查是出于对他情绪不稳定的考虑，但内心的焦虑仍然难以平息。而风铃在房间内沉睡，偶尔发出呻吟，他的身体突然震动了一下，印堂闪过一抹暗红色，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。在酒店的另一个房间中，和菜头正在忙碌地布置各种魂导器。他安装的是一台巨大的8级魂导器，拥有24个核心法阵，
能够屏蔽大部分探测魂导器的探测能力。这台魂导器是唐门魂导堂堂主宣子文的最新作品，专门用于对抗探测魂导器。和菜头小心翼翼地安装完毕后，开始将6级密封奶瓶装入底座，总共用了整整24个。何菜头对这台8级魂导器的性能感到极为满意，表示一定要将这台魂导器安全带回唐门，否则宣子文一定会责怪他。他计划在霍雨浩回来后调整位置，利用这台魂导器和其他布置，为他们的行动创造机会。